这一套呢，就是我刚刚收到的京基出的 SR16的套件，它是有一支发射器完整的套件，但并不是整枪，发过来的是一些零件。据说这次有一些亮点，比如说分体的波箱啊，还有新的 SR16的机匣之类的。怎么说呢？1600多这么一套啊，看起来不算便宜啊。但是我个人觉得啊，它的这些配件品质还是不错的。我们一边装的时候一边聊吧。先来看看这个波箱啊，这个是京基新出的金属分体波箱。波箱上半部分可以看到，它自带了一个回膛的基片，应该是有回膛和空挂的功能。这地方是可以挂上的啊，释放。3通，这个是双面联动快慢机的齿轮。这个波箱设计的很有意思啊，它的上下分体是可以实现剪刀开合的，因为它的走线从这里用了触片连接，这2个触片就可以直接卡上了。就是说它的弹匣供电啊，不需要从这个地方然后接一根线。如果单纯的靠走线的话，那它上下的波箱还是没有办法完全开合的，对吧？那这样通过这个触片的连接，就可以实现完全的分体，拆装起来也比较方便。接口是 SD30U 的接口，这个可以支持的电流也比较大。整个波箱的外壳应该是铅锌合金吧，然后里边是压铸的金属齿轮。有一点比较遗憾，它没有用火控芯片啊，还是机械式的扳机。装好以后，它是可以这样两边联动转的。SR16也是奈特工业出的一款，应该说是基于 M16的改型吧，它是可以全自动射击的。这款尼龙波箱呢，我看起来啊，拿到手上看着做工还是不错的，它这个刻字非常清晰，硬度的话，感觉比司马要强一点啊。这个料子用的还是挺厚实的，零件在里面。细节上看 ，S26主要是有双边快慢机、双边的弹匣释放、双边的空挂释放。这地方有刻字，奈特工业 SR16 5.56毫米，后面还多了2个 QD 孔。我们先来把机匣给它装上。先把底下这个用销钉固定的护弓装上，前后2根销钉直接砸进去就可以了。双边快慢机装波箱的时候比较麻烦啊，卡在这个圆形的槽里面，注意看齿轮的方向，两边齿轮的方向在装的时候都是固定的。先把双边空挂释放和双边的弹匣释放给它装好。电池的供电线要从托芯的孔里边穿过去，电机的线从握把的洞里边穿过去。右侧快慢机在装之前一定要注意小钢珠和弹簧的位置。装完以后，检查一下快慢机运作是否正常。下半个波箱装到机匣里面以后，就可以装弹匣释放卡榫了。金属的双面拉柄非常漂亮，质感也不错。抛壳装防尘盖也是金属的，这个也比较好装，一看就明白了。排障杆用一根销钉固定，这个销钉是从底下插进去的。2片壳的3通用2根螺丝拧上。别忘了装这个阻弹的橡胶圈。装上机匣之前，先把3通和内管装进去。上机匣装的时候也要注意，不要把回膛的基片给它卡住了。
上下机匣合壳之前一定要看好齿轮的位置啊，这个天梯齿千万不要拨到有齿的那一面，对准把前后的销钉卡进去就可以了。合上以后就可以装空挂释放了。这个释放的另一头是要卡在空挂的那个拨杆里边的，注意看好那个洞，对准了插进去。托芯就是一根长螺丝固定的，直接拧上就可以了。尼龙的 MOE 握把带一个虎口护弓，握起来比较舒服啊。电机线从2个洞里面穿过去，4颗螺丝固定在拨箱上，也是一个标准接口。原厂给的电机还不错吧？接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，电机线的正负极上面是有红黑2种颜色标识的，千万不要插反了。电机的底盖给它盖上2颗螺丝。装好电机以后呢，把电机的调节旋钮拧到最里边，然后再松开1到2圈。这个时候装上电池测试一下啊，听一下电机的声音对不对。如果太紧或者太松的话，可以再调整一遍。这套 SR16给的 UX 护木也是尼龙的，跟金基的 SLR 是一样的。上面刻字非常清晰，很漂亮。然后原厂给的这个护木片，这个有点像什么？有点像鱼鳞还是龙鳞，反正摸着也挺舒服的。但装起来可能有点麻烦，它这个里面那一节是要用手给它放进去。装上3通底座。金基祖传的金属管花外管，这个应该是10寸的吧。装护木之前，记得要把这个护木的稳定环给它拆下来，先拧在机匣上。跟机匣对准啊，上机匣的导轨也要平齐。SR16配套的金属火帽，14尼亚接口直接拧上就可以了。啊，最后再把后托装上，这个后托是尼龙的 SB A3吧，绑手托，金基自家的马盖普弹匣。测试一下空挂的功能有没有问题啊？弹匣双边释放。这边用左手的话还挺方便的。这一套装好以后，原厂重量达到了2030克啊，4斤多的一个重量。虽然没用金属的护木，但是这个用料确实挺扎实的，整个摸起来啊手感都特别舒服，尤其是原厂的这个机匣加上全套的金属小零件，应该说这个质感是我摸过的尼龙材质的最好的 AR 机匣之一了。